我们今天继续讲《伤寒论》，我们就顺着原文讲头痛。在局部黏膜受损以后，会出现红肿热痛。那么这个局部的疼痛就是一个信号，目的是诱导免疫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过来前线帮助修复伤口，对抗病原体，我们也叫原发性疼痛，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痛。这种情况用艾灸效果就很好。那么如果说局部伤口很严重，来不及修复，同时微生物入侵太快，那么这个战场就会扩大到更大的范围。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光靠保安警察，就需要军队了啊。那人体要怎么通知军队来打仗呢？白细胞就会释放一组物质叫细胞激素，它作用有3个第一个是提升炎症水平，扩张血管，召集更多血液、免疫细胞过来打仗。第二个是提高疼痛的敏感度，跟我们上次说的前列腺素一样。第3个就是启动身体的升温系统，筹备发烧。那我们看细胞激素被释放以后，就会通过血液循环走到全身上下，走到哪里就会影响到哪里的神经血管。所以感染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身体疼痛，还会拔到浮脉，脉管扩张了。那这个我们在讲把脉的时候已经有详细完整的解说，大家可以看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头脑中枢，因为我们升温系统在大脑下视丘，所以细胞激素要到下视丘才能传达升温的信号。既然细胞激素跑到了脑袋，那么也就会影响大脑的血管神经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些血管对疼痛更加敏感。那本来血流我们说撞到脑血管的管壁的时候不应该有痛但是现在这一点点的压力就会有感觉，这就导致了感染的头痛，我们也叫继发性头痛。很有意思的是这种头痛跟我们大脑的生理结构有关。因为我们大脑被头骨包围，那虽然可以避免外来压力对大脑的损伤，比如撞到、敲到，但是对于内在压力的可耐受性就会降低。因为脑组织没有喘气的空间，所以脑组织里的血管扩张、血流增多都会对血管壁形成更大的压力。那么在疼痛敏化的情况下，头痛就更加明显了。那么这种继发性头痛可以说是不得已的症状。那么它和原发病灶引起的疼痛，除了让我们难受、逼我们休息以外基本上没其他作用了。那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建议大家用止痛药啦，因为会把整个免疫通道都关闭掉。那么最好还是要治疗原发的感染。很巧的是中医传承里发展出一套治疗各种头痛的经验，叫6经头痛辩证法。这个6经讲的是经络，就跟《伤寒论》的6经是两回事所以大家不要弄混了第一个是太阳头痛，指的是后脑勺、脖子的双脏疼痛，用的引经药葛根所谓的引经药是中医认为有的药物对特定经络有更强的亲和力，那所以能够把药力带到相应的经络来治疗这条经络上的疾病。比如说足太阳经，从眼睛往后走到我们后脑、脖子、后背，那这些部位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用太阳经药，代表就是葛根啦。那么我们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葛根正好能改善颈椎的问题，还能治疗引起后脑疼痛的脑炎、脑膜炎。葛根含有的葛根素可以改善颈部、颈项部位的血液循环，那修复这个区域的炎症损伤那么因为颈项部的血管神经很重要，那往上连接大脑的供血跟营养所以也能改善大脑的血液循环。因此脑部的炎症、脖子的毛病都可以用葛根。第二个是阳明头痛也就是足阳明经循行部位的头痛。足阳明经从眼睛往下一直到脚趾头，一条分支是从下巴往上走，沿着脸颊走到额头。那么整个额头的头痛就是归阳明头痛。代表的药物白芷。对因为你是厨神大家可能不熟悉白芷这味药，但是一定吃过，因为卤料里面都会用到它味道特别香，可以去掉肉的腥味啦。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前额头痛一般是鼻子跟鼻窦的问题，对吧？那这时候白芷还真的是特效药。白芷味道特别浓厚它对于改善鼻子循环有效，可以抗过敏，所以古人很喜欢用它。但是用法很特别，不是煮水喝，你猜？拿来嗅对，拿来嗅。是中国古代就有芳香疗法金匮里记载张仲景怎么治疗鼻炎、鼻窦炎的，叫病在头中行湿，故鼻塞。
纳药鼻中则愈。以前的人就直接把白芷塞进鼻子里，通过呼吸把白芷的药性发挥在嗅神经疗效肯定更好咯。大家不妨一试哦。白芷味道是很香哦，你有试过？没有试过嗅是很香我之前是用来喝因为我早上起来会有流鼻水的问题然后慢慢喝就没有问题不过那味道不好喝了那你下次改试拿来嗅，早我就拿来嗅了。对，这些香味浓厚的东西都有治疗鼻子的效果，像肉桂胡椒这些香料都可以那中医叫辛香通窍，可以打开鼻窍，就是通过刺激嗅神经我们在讲肉桂的时候也有提到肉桂的这个作用，大家可以看看那第三个是少阳头痛。那少阳经循行路线在身体侧面嘛那经过侧头部，也就是耳朵和大家常常发生偏头痛的地方，代表的药物是柴胡我们柴胡人柴胡主要针对耳朵发炎引起的侧头痛，尤其是中耳炎。那为什么大部分的中耳炎都不是原发的，而是上呼吸道感染激发的？一开始喉咙痛流鼻涕对吧，之后又没有好好休息，那么细菌病毒就会随着耳咽管进入中耳那引起感染。那所以治疗原发的上呼吸道感染很重要。那柴胡就是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特效药，对呼吸道病毒它可以直接抑制柴胡在中医里还有天然类固醇的美名所以我们很多人感冒同时出现喉咙痛、鼻子流水耳朵发闷的情况用柴胡效果特别好，一起打包治好了嘛那么更常见的是偏头痛，一般在颞区也就是我们太阳穴附近。中医就用2种办法，第一个是呼吸运动，叫鼻吸少嘴吐多。这个方法在中医里有降火气、止头痛的作用。从现代医学来说偏头痛与交感神经敏化过度有关，可能压力太大了对吧？那么通过这种呼吸就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交感神经的紧张度，达到止痛的效果。那痛的时候可以做，不痛的时候每天做个几次，每次3分钟，也可以预防偏头痛偏头痛第二个方法放血。那放血的部位也很安全，在耳尖我们放血时候需要把耳朵对折，那我用手指把这个部位搓热，一来是为了比较容易出血，二来是针刺下去病人不会那么痛，然后用酒精消毒，拿个一次性的针，当然我们这是中医专用的，大家拿打针的注射针头也行。那么我们把针头贴着皮肤，手腕稍微转动一下就出血了。大家不要远远这样刺很容易刺伤病人。我们可以一次性刺几个小点点，每次刺不用太深，浅刺就行。看到出血点以后，拿个沾过酒精的棉签来擦血，因为酒精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嘛，所以用酒精擦的话，血就不会那么容易止，我们就不需要用手挤压出血。那放多少血合适呢？一般用到3个酒精棉签就行，之后用正常的棉签干的擦就会止血。这个部位出血量不会太多也容易止血，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只要操作的时候注意清洁消毒就行。那操作者尽量不要碰到病人的血，以免伤口感染。身体很虚弱的人不要放，肚子很饿的时候也不要放，特别劳累的人也不能放，其他情况都可以适当用。那痛的时候可以用，不痛的时候每周做个2次交替做。那第一次先做一侧的耳朵，3到4天以后再换另一侧的耳朵，这样交替。那放血怎么起到止痛的效果呢？第一个是针刺可以调动痛觉中枢，促进内啡肽释放，降低疼痛的感知过敏，让身体进入放松愉悦的状态。第二个就是通过放血细胞会释放一氧化氮，扩张血管，通过降血压也可以达到减缓痛感的效果，减轻第4个叫太阴头痛。太阴经比较特别，它没有直接走到头上，而是走到我们的呼吸道跟消化道，所以它引起的头痛就跟我们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有关，感觉整个头部就是闷闷的、重重的、隐隐的痛。代表的药就是苍术。那苍术是菊科的植物，只要是菊科的都有清热解毒、消炎抗菌的作用。那实验发现苍术有调节胃肠功能的作用，促进蠕动，改善消化不良。那我们金匮就有一个便方，对消化道和呼吸道疾病都很好，叫紫竹汤。
就2味药，枳实和白术。那没有枳竹的话，大家可以用陈皮嘛。实际上很多人的头痛就是这样的，说不上痛，也说不上不痛，反正就是闷闷沉沉郁郁，就是不舒服。那其实就是肠道的慢性发炎引起的。第5个叫少阴头痛，少阴经也没有走头，但是和牙齿、脑部有联系，所以也会引起头痛，而且痛起来很剧烈，严重到会激活交感神经，出现手脚冰冷出冷汗、四肢厥痢吗？这在现代是什么病啊？三叉神经痛。对，三叉神经有3个分支，一个是走到眼睛周围太阳穴的地方，那一个是走到面颊上牙附近，那一个走到下巴下牙的周围，所以临床容易会被误诊为牙痛，但其实不是啊，因为三叉神经痛是突发突止的，有可能你说话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甚至吹到风，哎呦，就发作了，很疼。这个病的特点就符合中医讲的少阴头痛，代表的药就是细辛啦。细辛在中医里它是属于神经性止痛药，它可以直接抑制痛觉神经的过度明化，起到麻痹作用，而且可以减少神经周围的发炎，以减少对三叉神经的刺激。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便方，专门治疗三叉神经痛，辛胸汤，里面2味药，细辛跟川芎。细辛的作用已经说过了嘛，神经性止痛消炎药。那川芎的话是头面部的活血药，它可以活整个头面部的血液循环，这样就可以从神经、免疫循环3个角度来改善三叉神经痛。这是一个特效方，辛胸。不过细辛有一定的毒性，使用上要注意，不要长期大量的用，最好少量开始，3克这样，慢慢增加，重病忌止。那如果大家想用，但是担心安全性可以把你的情况透过邮箱发给我们，我们会了解情况，进行评估，再给你安全的建议。最后一个是厥阴头痛，厥阴经走到我们头顶颠顶嘛，所以这个痛它是从头顶发散开来的，感觉整个头胀胀的，很像什么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对吧？不过要注意的是高血压头痛一般还伴有后脑勺和脖子的酸痛僵硬，而且有时候会和偏头痛一起出现，所以大家要注意鉴别，你到底是扭到脖子还是高血压了？这里代表的药是吴茱萸，大家听过王维的那首诗吧？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个茱萸就是吴茱萸，它以前是一种香料，但是味道太辣太重，吃了会引起肚子剧烈的蠕动，拉肚子了，所以慢慢它就变成药用了。我们在讲降血压的时候提到一个便方叫泻心汤，是吧？那通过促进胃肠蠕动，激活迷走神经来降压，吴茱萸也可以引起拉肚子，所以古人用来降压，但是过程比较痛苦，太猛了。现在怎么用呢？不用吃，外用就是我们把吴茱萸捣碎了以后，放在一个袋子里，贴在足底，第2天早上起来拿掉就可以了。在中医里叫引火下行，把高血压往上冲的气血往下导，通过刺激脚底的神经来降低交感神经紧张，起到放松神经的作用。那如果大家平常高血压的话，可以每周用2-3次，少量开始，3克5克，不要太多不然怕对皮肤刺激太强了。那如果是很急性的高血压，那么最快的还是放血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耳尖放血就可以快速降压。如果已经是要中风的情况，就要再加上手指间的井穴放血，这样效果就更好。我们之后的视频再给大家示范和介绍井穴放血怎么用，能治疗什么。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可以按赞订阅，把影片分享出去，欢迎留言，我们下次再见。